人遭罪，自行车也跟着我遭罪啊！昨天晚上被冻醒了4、5回啊！现在看一下这个自行车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6月，在茶瓦龙乡休息了一天，前几天脚受伤了，今天好的差不多，我就前往秘境驾应村，听说那边的风景很不错，但是前往那边路况是很差的。从海拔2000米的茶瓦龙乡爬上去，需要爬50公里左右的山路，到海拔4500米的地方，所以相当有挑战性啊。早上9点多，这个茶瓦龙乡人是很少的，先吃个饭吧。点了一份鸡，还是这家广东菜馆，味道还是很不错的。这道菜叫家家鸡煲，味道色香味俱绝。今天要爬山呀，这个米饭要多吃点，米饭很不错的。买了点辣椒，还有零食、玉米，看一下前面有没有卖排骨的。去贾应村那边，我估计买不到东西的。这个挺新鲜的，这个玉米。这里卖猪肉的吗？排骨有没有？给我少来点。2根，晚上炖排骨啊。这家肉铺的狗吃的滚圆的。像猪一样，这只狗趴在这里。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，顶着太阳，即将远离这条国道，往泽拉村，沿着山顶4500米的海拔进发了。朋友们，今天是一个相当有挑战的骑行啊！无人机高空俯瞰，前方的路看得一清二楚，就是沿着村庄排山公路一直爬到对面那个垭口，对面那个垭口爬过去以后，好像还有一个垭口，总之需要爬到4500米的山顶。自行车的链条没油了，给它加点油啊，都是灰尘，踩都踩不动了，多加点。这个上坡特别费这个链条。在我身后有一棵很大的石榴树，整棵树枝全部挂满了石榴，看起来有点像野生的，就在马路边。如果是人种的话，这个果实都会比较大，但是这个果实好小好小，但是已经熟透了，有的果实都已经开裂了，我就不摘了，害怕是别人种的，可就麻烦了。这个陡坡实在是骑不动，只能推。海拔越来越高了，这里。今天是星期一，219国道游客是进不来的，只有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才能进得来。看一下这一路往贾应村走都没有游客，没有车辆的，不用担心马路上灰尘多了，一个人慢悠悠的往这个山顶爬上去。今天这个太阳太晒了，到达龙浦村了。这个小村子很安静，很安静。前往贾应村的山路都是这种土路，周围有护栏的，没有在网上看到那么凶险。只要不下雨，我觉得这个地方2驱车也能来吧。下面就是那个小村子，刚刚上来的地方。
希望今天天黑之前能爬到山顶。山上五彩斑斓的金帆，太漂亮了。哦哟，到这个门口了，从这里进去就是贾印村，不过还得爬山10多公里啊。这里居然有一家小卖部，红牛。红牛。红牛。哎呦，这个门有点低啊。多少钱7块。哦，上哪里啊？哪边？哦。喝了这罐红牛，就爬到贾印村。太爽了。这里好冷啊，太阳晒不到，被大树给挡住了。秋天叶子金黄的，非常漂亮。树叶都已经掉光了，好漂亮的树干啊！你们有见过金黄色的树叶闪闪透明的？眼前这棵树啊，整棵树叶都黄了，太好看。这里的海拔越来越高了，爬坡都喘。看到眼前的雪山没有？透过金黄的树叶，就能看到梅里雪山山脉的，不是主峰，不过也有一点雪。起风了！豆浆了！这里的气温骤降啊！羽绒服穿起来。好冷啊，在山上。离山顶啊，还有一段路。没有戴手套啊，手都被冻僵了。这个风吹过来，真的冷。我把所有的衣服都已经穿上去了。今天晚上露营的话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过去啊！这么冷的天气，山顶。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啊！看到雪景了。哎呀！
着小雪，刚刚乌鲁木齐飞上天空，风景还是很不错的。现在自动返航。哎呀，今天到山顶，我估计至少得晚上8点钟了。走之前再欣赏一下梅里雪山的雪景。从海拔2000米一下子到4500米，受不了啊，适应不了，高反严重了。天黑了还没到山顶。晚上的8点多，山顶骑不上去了，只能在这里安个帐篷。风有点大，但是也没办法了，真的是骑不动了。花了30多分钟，终于把帐篷给搭好了。这旁边就是悬崖，不过这里还是挺安全的，没有落石。晚上就是风有点大，我手都冻僵了。我把吃的喝的全部拿下来，晚上做点吃的呀。这个猪肉都已经快冻住了，山上面天气太冷了。给它换一换。外面这个风太大了，吹在脸上就像是刀割一样的。我把这个排骨拿到里面来做饭，帐篷里面暖和许多了。我都已经快感冒了。来个玉米煮排骨。这个玉米，哎呀，掰不动。这里的海拔4500米，猪排必须要高压锅压，要不然炖不熟的这个排骨。盐只放盐，其他什么都不用放。差不多熟了，水分给它炖一点掉。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，马上可以开吃了。开饭了，来点排骨汤，暖暖胃。来一小块排骨，尝尝味道。肚子已经是饿过头了。哇，这个汤简直绝了，甜甜的。来块玉米。排骨，哎呀，这个汤感觉少了，这个汤好喝，来点汤。今天在4500米的山顶，靠一个夏天的睡袋，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，穿着衣服睡吧。我的左边就是悬崖，右边是马路。实在是找不到地方露营了，衣服我就穿着睡了，但是这件外套的话，拿下来当枕头。袜子给它穿2双，羊毛袜，一双的话我怕半夜被冻醒啊。万万没想到，前往贾印村的山顶4500米的地方那么冷。刚刚在帐篷睡袋里面躺了半个小时，想把自己的身体给捂热，但是感觉这个身体还是冷缩缩的，特别是腿和脚特别冷。我打算这件冲锋裤也给它穿起来，这样子才能暖和一些。只要我能扛到明天早上9点钟太阳升起来以后，就不会冷了。实在没办法的话，只能在帐篷里面坐一夜了。好了，时候不早，我也睡觉了。早上的8点钟，昨天晚上天黑，
没有爬到山顶啊，离山顶还有几百米。哎呀，我这个自行车怎么变成了白色的了？白花花的自行车，人遭罪，自行车也跟着我遭罪啊！昨天晚上被冻醒了4、5回啊！现在看一下这个自行车，咋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太夸张了！我有这个冰霜，我的帐篷也是且买的这个冰霜，好冷啊！这风，这下面就是悬崖了，很高很高的。进帐篷嘛，等太阳出来再走啊。出去上个厕所的功夫，我这个手啊都已经冻僵了，只能在这个帐篷里面稍微暖和一些。我先吃点东西。今天的早饭，昨天剩下的排骨还剩下这么多，香喷喷啊！这个风越来越大了，我估计等到下午，这个风也不一定能停，这个雾气也不一定能散去。但是没办法，这种寒冷的天气，自行车骑不了。前面再往走了2公里左右就到山顶了。昨天晚上实在是爬不上去了，高反严重啊！就在这个悬崖边露的营，这个云雾也散不去了，风吹过来真的是太冷太冷。看一下这边云雾天已经散去了，先进帐篷躲着吧，等太阳出来再出发。收完东西下山了，时候也不早。中午的11点半，太阳出来了。哎呀，这太阳又被云给遮住了。后面这个梅里雪山的北坡已经露出了真容了，非常的漂亮雄伟。我打算下到蒋印村了，前面还有2公里的上坡路。昨天晚上在这里露营真的是太遭罪了，一整晚都没有睡好。而且高反了，现在收下帐篷都气喘吁吁的，希望到蒋印村那边还好一些吧。西藏的风啊，特别是垭口特别大。特别冷，这个手冻的受不了，只能拿这个袜子来替代一下手套。
这样子的不会觉得特别冷啊。我穿了2双袜子，哇，这风吹过来真的是受不了。很多人接受不了自己的袜子用来当手套。当你在户外手冻得梆梆硬，没有取暖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戴上了。而且我这个手套是没有什么异味，没有什么脚气的。昨天来贾应村做了一下攻略，因为这里的路况在网上听说很差嘛。其实这里的路况很好的，马路两边修了围栏，这个地方只要不下雨，家用2驱车都能来的。路修得很平整都。自行车又倒了，啊，不管了，推都推不动了。前面就是山顶了，就是爬不上去了。高反实在是太难受了，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。使出了吃奶的劲，终于爬到山顶了。山上面金帆挂满了，对面这座梅里雪山还是非常神秘的。吹着风，在这里等待这个雪山蒸融啊，云雾遮住了，看不见。反正现在时候还早的，也不着急下山。有点冷啊，吹着风。在山顶啊，等了差不多40几分钟了，这个梅里雪山还是看不见啊，被云给遮住了。下山之前跟大家聊聊这座神山吧。梅里雪山是西藏8大神山之首，至今没有人登顶过。至于为什么没有人登顶过，主要的原因还是不让登。只要让登，我相信会有很多专业的爬山佬开心的去爬山。只要有人爬，肯定会有很多人长眠于此，因为这山顶的气候啊，非常的恶劣的，就怕是遇到那种雪崩，非常的危险。说起雪崩啊，我记得几十年以前有一支专业的爬山队啊，去这个梅里雪山爬山，有20人左右啊，最后全都长眠于此了。所以说遇到雪崩真的是你的体力再好，装备再好，在雪崩面前就是渣渣。所以啊，爬这种危险系数很高的雪山啊，有时候运气也是非常关键的。像一些珠峰啊那些雪山，运气我真的很关键。还有就是季节性也是很关键。还有就是团队了，花钱啊，爬珠峰就是花钱。像这座雪山的话，我感觉就神秘了，不让爬啊，让大家有一种悬念幻想。自行车放马路边，过来这里走走看看。这个松树啊，超级好开的。高海拔的松树不容易长大，因为这里海拔在4400米左右。哎呀，这风景可以啊！这个地方如果有太阳，没有风，是非常暖和的。可惜啊，风太大了，看一下身后的风景，好风景都在险峰啊！整座山，整条峡谷啊，弥漫着秋天的味道，红、黄、绿，整座山被渲染的五颜六色的，美极了，美极了！这棵是什么树种？这是花吗？这要是在内地，要不要卖10几万？真美呀！
风一吹，终于到达世外桃源贾印村，太不容易了，朋友们！There's a Cadillac parked outside our house, filling up the streets with smoke. 这边的树啊，一般都比较有沧桑感，都已经折歪了，生命力还这么茂盛。我都已经来到这个贾印村了，感觉呼吸还是困难。海拔这边还是很高啊！这个村子里面百年古树啊，随处可见，马路上全部都是。这边风景还相当不错。219丙察禅秘境贾印，海拔3666米，沿着这条小河过独木桥。这边有重要通知：旅客车辆禁行还摩托，草坪露营，垃圾烟头，没有自行车，自行车还是能过的，哈哈！去这边露营，终于找到网红露营地了，就是这棵古树的下面，然后身后就是雪山，非常完美的露营地。大片的草原已经是枯黄了，这里还有小木屋，这个小木屋好像是可以露营的，但是我今天呢选择在这个身后这棵古树下面搭个帐篷，晚上体验一番。虽然说晚上天气比较冷，但是我呢还是想感受一下。听说贾印村这边只有4户人家居住在这里，但是我感觉这远远不止。你看那边的房子，至少有几十户人家，人是少了一些，但是这个世外桃源啊，真心的不错。地方挺好的，晚上这里我估计是挺冷的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的睡袋掉了，睡袋掉了，去找一下吧，可能是掉在那边了，我去看一下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刚刚自行车在这里太跌了，所以把睡袋给掉出来了，幸亏捡回来了，没有捡回来，这晚上睡觉都睡不了。拉住了，昨天晚上是冻僵了，今天晚上应该还好一些。发现不管到哪里，这些牦牛啊，都喜欢。不过这也是他们的地方，我也是见过。哎呀，腰酸背痛的，昨天晚上一整晚没有睡好，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睡个好觉吧。拿上高压锅过来，弄点水洗一下锅。这个不是用来喝的水，
是用来洗锅的。我这个锅昨天没有洗干净啊，差不多够了。米饭锅煮底。天黑了，做饭。小村子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的。晚上我就炒个腊肉，然后煮点米饭吃一下。泡了半个小时，必须要高压锅煮这个米饭。把这块上次吃剩下的土猪肉焯下水，焯完水，这个腊肉应该不会太咸了。给它翻一面，这个猪肉好啊！来了，这么大一块，给它刮一下，外面有这个油脂，刮干净。可以啊，晶莹剔透的这个腊肉，没有坏，这个比较咸啊，比较耐放，放了很多天了。开炒，先放油。放入冰糖，炒下辣椒，辣椒先给它盛出来。步骤搞错了，这个腊肉应该要冰糖上色的，冰糖上到辣椒那里了，匆匆忙忙的。腊肉快熟了，放入辣椒，味精，尝一下今天煮的米饭。这米饭有点煮焦了，火太大了。这个腊肉炒辣椒就是下饭啊。还是好咸啊！看样子下次还得给它切开来焯水。这么一锅腊肉，感觉不够我吃的。今天没有啤酒，就吃米饭吧。哇，这个油滋滋的腊肉爽不爽？我在想明天要不要休息一天？好不容易翻过那座大山，来到这也挺辛苦的。饭吃好，东西也收拾好。进帐篷休息了，朋友们。刚刚在外面吃饭，帐篷里面开着灯，全部都是虫子跑进来了，这咋办呀？要把它赶出去啊！今天顺利到达贾应村，我给大家做个攻略吧。从茶瓦龙乡一直到贾应村，全程是50公里的山路。这一路过来需要注意什么？必须要带足够厚的睡袋和足够厚的衣物。如果你想来露营，带一个薄薄过来的睡袋，真的是遭老罪了。昨天晚上在那个山顶呢，我都被冻醒了4、5回，穿着全身的衣服睡的。我都带了这个羽绒裤、羽绒服，都感觉特别冷。可想而知这边的气温有多么的冷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这边的路况了。这边的路况啊，11月份不下雨的话，2驱车、家庭车底盘高一点就能来，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差。
我感觉在网上看到的那个路啊很差很差，但是实际没有那么差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。还有一点就是这边吃饭和住宿，它这里酒店有4、5家民宿左右，吃饭的话酒店一般都是有的，伙食怎么样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住过。反正这个季节是几乎没有游客了，马路上几乎就我一个人。所以说这个季节啊是淡季，旺季在夏天。夏天它的草原都是绿的，山上也是绿的，也能看雪山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明天我可能回去了，因为这里高反比较严重啊，我这个人不太舒服，再加上我这个睡袋呢也比较薄，在野外露营了可能会比较遭罪啊。回到茶碗龙乡嘛，那边是夏天的气候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，我们明天继续回到茶碗龙，走219去墨脱，明天见。